楚氏天族族长此话一出，宛如惊雷炸响，让楚氏天族的众人心头一震。这么久以来，都无人能够练成这仙境空气盾，哪怕他们的族长大人都做不到。可是楚风却做到了，这说明了什么？一事无需多言，看来今日一战，怕是要胜负难分了。确定楚风所修炼的武技之后，楚轩正法不由得感叹起来：“大人，此话怎讲？”而楚轩正法此话一出，便立刻有楚氏天族的族人询问起来：“仙境空气盾乃我族之武技，它有着怎样的防御力？相信你们都很清楚。而眼前它的防御力也是展现的淋漓极致，这从楚风可以轻易的挡下离岸之源源不断的攻势，便看得出来。只是可惜，仙境空气盾虽是难得的仙境武技，实际上是不如离岸之那仙境锋刃盾的。首先，仙境空气盾只具备防御力，是防守武技，根本无法发动攻势。可是离岸之那仙境锋刃盾却是可以发动攻势的，并且攻势也很强。但是哪怕不论攻势，只论防御力，可是仙境空气盾应该也是不如仙境锋刃盾的。眼下仙境空气盾能够抵挡离岸之的攻势，其实乃是楚风凭借那逆天秘籍提升了战力的原因。若此刻并非楚风来施展这仙境空气盾，而是其他人的话，那么怕是根本就挡不下离岸之的攻势。但是离岸之的仙境锋刃盾最可怕的却并非是发动的攻势，而是他那强大的防御力。因此眼下二人已经陷入了僵局，离岸之无法撼动楚风，可是楚风应当也无法撼动离岸之。楚轩正法说道：“大人正解，眼下的局势当真是如此啊。”楚轩正法此话一出，楚氏天族的众人纷纷点头表示赞同。其实哪怕不用楚轩正法来说，在场的许多人也都能看清眼前的局势。其实这样的结果已经很好了，毕竟楚风的对手可是祖武10星之一的离岸之啊。况且楚风的本身修为是不如离岸之的，他等于是以强胜弱。是啊，这一战哪怕是平局，可实际上也等于是楚风赢了。我族幸亏有楚风啊，否则今日怕是要丢人丢到了家。此一刻，楚氏天族的许多人看向楚风的眼中都充满了骄傲与自豪，这还是楚风回到楚氏天族后第一次获得这么多族人的认可。其实这倒也情有可原，毕竟楚风之前展现出多么逆天的天赋，可也都是在证明自己。但是今日则不一样，今日楚风乃是在为楚氏天族而战，楚风肩负的绝不仅仅是他自己的荣辱，而是整个楚氏天族的荣辱。而眼下楚风偏偏为楚氏天族争取了荣誉，他们身为楚氏天族之人，怎能不为楚风感到自豪？混账！忽然间一道低沉的咒骂响起，此话乃是传自离岸之之口。眼下的离岸之已经不再对楚风发动攻势，但是他却气喘吁吁，满头大汗。看来先前他催动着仙境锋刃盾对楚风连续发动的攻势，也对其自己造成了不小的负担。只是奈何最终他却也没有破开楚风的仙境空气盾，所以此刻才气急败坏，甚至发出了一声咒骂。想必他自己也很清楚，今日他必须胜，否则哪怕平局收场，也等于是他败了。毕竟楚风的修为比他弱了足足一品啊！怎么了？累了？楚风对离岸之说道，这话中充满了讽刺之意。听得如此讽刺之话，离岸之气的脸色涨红，咬牙切齿。可是他却并未发作，因为他找不到发作的理由。毕竟真的是他技不如人，若是还发作，只能被人看作是笑柄。只是离岸之能忍，可是他弟弟却不能忍。楚风，你狂妄什么？黎天又指着楚风呵斥道。狂妄？我有吗？楚风先是微微一笑，随后竟摊开手来，耸了耸肩道：好吧，我承认，我今日说的话的确有些狂妄。可是我倒是要问问，就算我狂妄了，你又能奈我何？听得此话，黎天又气得咬牙切齿，甚至那指着楚风的手臂都在瑟瑟发抖。我怎么了？我楚风今日是狂妄，可我有狂妄的资本。而你，我差点忘记，当日在上界之门内，你可比我今日要狂妄的多。只是可惜你资本不足啊。话到此处，楚风嘴角的弧度上翘得更为明显，那抹笑容简直讽刺至极。楚风，你这个混账，我日后一定要撕烂你的嘴！猛然间，黎天又爆发了，他真的是被气炸了。当日在上界之门内发生了什么，他最清楚不过。他先是对楚风大放厥词，结果却被楚风狠狠地收拾了一顿，不仅仅是脸面丢尽，更是狼狈不堪。这对他来说简直是此生永远也无法磨灭的耻辱。他极力地在隐藏着自己的耻辱，可是楚风却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撕烂了他的伤口，让他的耻辱暴露在众人面前，他自然难以忍受。而看着黎天佑这样的反应，才回想先前楚风的话，其实在场之人也都能大概猜测出来，在他们之前发生过什么。此一刻，楚氏天族的不少族人都忍不住发出笑声。只要想一想，楚氏天族那趾高气扬的天才黎天佑，在楚风面前吃了大亏，曾被楚风狠狠教训过，他们便莫名的爽快。楚风，你再与我交手，扯上我弟弟做什么？有本事你冲我来！忽然，黎岸之大喝一声：你这么说话的话，我可就冤枉了。明明是你弟弟先找我麻烦的。楚风略显无奈地耸了耸肩，那个模样可谓是吊儿郎当，就仿佛完全没将黎岸之和黎天佑放在眼中一般。楚风这样的举动，不仅让黎岸之与黎天佑很是不爽，也让黎氏天族的所有小辈感到不着。可是忽然间，楚风的眼神却又忽然变缓，原本松散的目光忽然变得无比凌厉起来，那双眼睛就仿佛可以洞穿人心一样，让人心生畏惧。而眼下，楚风却将这样可怕的目光看向了黎岸之道：你刚刚说什么？让我冲你来？没错，你有本事冲我来！黎岸之大喊道：好啊！此刻，楚风原本严肃的脸上再度涌现出了一抹笑意，只是他那眼中的凌厉却是丝毫不减，且以一种极为凝重的语气道：那我现在便结束这场争斗，结束这场战争。好大的口气，你凭什么？楚风此话一出，立刻换来了黎岸之的嘲讽。
他终于抓到机会嘲讽楚风了，因为他坚信楚风破不开他的仙金锋刃盾，所以他断定楚风是在说大话。凭什么？楚风淡淡一笑，但是眼中却涌现出了一抹令离岸之莫名不安的目光。下一刻，楚风的头顶之上竟然传来雷鸣之音，那雷鸣不仅响亮，更是连绵不绝。这一刻，人们都是不由得抬起头来，将目光投向楚风的上方，因为在那里，一股强大的气息正在汇集，伴随着强大气息而来的，还有一道道血红色的雷电。那雷电起初只是影子，可是很快的便彻底浮现，宛如一条条巨龙一般，在这方上空奔腾盘旋。那雷电并非寻常的雷电，竟血红之色，血红色的雷电在虚空之上涌动，不仅诡异，更是狰狞，让人不安。尤其是在场的小辈，更是目露惊恐，感到无比的恐慌。这是什么？是先进武技。可是我楚氏天族似乎并没有如此厉害的先进武技啊！看着那漫天的血色雷霆，楚宣正法等楚氏天族之人也是一脸惊叹。楚氏天族掌握着镇族级别的先进武技，只是哪怕他楚氏天族的镇族武技，也没有如此级别的。此刻，楚风所施展的先进武技，其威势已经盖过了离岸之的先进锋刃盾，甚至强的绝对不止一星半点那么简单。这种情况下，楚氏天族的众人将目光投向了楚氏天族的族长，只是面对众人的目光，楚氏天族的族长却是笑着摇了摇头。这先进武技自然不是他传授给楚风的，因为连他都没有掌握如此厉害的先进武技。而这先进武技名为先进血雷术，而这先进血雷术的来历其实也是颇具戏剧性，乃是楚风当初在远海神山内所捡到的。当初楚风刚刚进入远海神山，四下观望，在地上便捡到了一本先进武技。可就是这样一本在地上随手捡到的先进武技，却蕴含着如此强大的威力。当初楚风因修为所限，无法修炼这先进血雷术，而当楚风修炼之后，才知道原来这先进血雷术的威力如此之强。抛开远古战斧与远古战技这两大逆天级别的秘籍来说，先进血雷术已然成为楚风目前所掌握的最强横的手段。离岸之，现在认输还来得及，否则我这血雷落下，你那锋盾必破，到时候我可无法保证不伤到你。楚风对离岸之说道。真是狂妄，就算你父亲在此，他也不敢说出如此大言不惭之话，又何况是你。离岸之冷声喝道。尽管他也能感受到楚风那漫天血雷的威势，可是他对自己这先进锋刃盾却依旧是自信满满。在他看来，哪怕此刻他面对的乃是那个被誉为绝世奇才的楚轩辕，若是同等修为之下，怕是楚轩辕也不敢放出如此狠话，因为他就是这么的自信，自信同等修为之下无人可破他这先进锋刃盾。然而他却不知道，他的这一番话却是激怒了楚风。此刻楚风不仅剑眉倒竖，那凌厉的眼眸之中更是涌现出了一抹狠色。在楚风心中，其父母地位极高，尽管离岸之所说之话不过是一个假设，他也听得出来这是一个假设。可是在楚风看来，哪怕是离岸之与他的父亲身在同一个年代，以实力相差不多的情况下进行对战，但是离岸之也绝对无法与其父亲相提并论。所以离岸之的这番话激怒了楚风，这是楚风与离岸之交手以来体内第一次怒火喷涌，第一次想要让这离岸之付出代价。对于楚风来说，许多玩笑皆可开，甚至辱骂也可忍，但其父不可辱。而离岸之拿自己与楚风的父亲相提并论，在楚风看来，这就是对他的父亲侮辱，是他不可容忍之事。楚风话罢，手中的仙兵则是猛然举起，刹那间，漫天的血雷便开始疯狂地涌动起来，就如同整装待发的雷霆大军，等待着楚风的命令。但是楚风并未立刻出手，而是用那凌厉的目光凝视着离岸之道。离岸之，有些话当讲，但有些话不当讲。本来我不想伤你，但现在我必须让你知道你是什么水平。话罢，楚风手中的仙兵便猛然落下，与此同时，那漫天的血雷更是同时向离岸之奔腾而去。眼见楚风发动攻势，离岸之则是一只手紧握半成仙兵，而另一只手则是捏着法诀。在法诀催动之下，那围绕着他的锋盾不仅旋转得越来越快，甚至散发出耀眼光华。与此同时，那坚不可摧之感更是释放开来。原来这才是先进锋刃盾真正的威势。此等手段说其是最强防御的先进武技也不为过。猛然间，刺耳的轰鸣响彻开来，漫天的血雷与锋刃交织在一起，化作狂暴的飓风向周围肆虐而去。而这一刻，所有人都是神色一动，尤其是离氏天族的众人更是满眼的担心与震惊，因为离岸之的锋盾不仅被破，此刻的他更是浑身是血的趴在了决斗台上，气息之卑微，简直如同半死之人一般，甚至连站都站不起来了。离氏天族的镇族武技先进锋刃盾竟不敌楚风的先进锋雷术，但是眼下最令人震惊的却绝对不只是胜负之分，而是楚风竟然敢对离岸之下如此重的手，那可是离氏天族的心头肉啊！此一刻，就连楚氏天族的许多人都是心中一紧，暗自捏了一把冷汗。切磋归切磋，可若这离岸之真的出了什么三长两短，那怕是真的会激怒离氏天族，到时候真的就是大难临头了。可是相比于旁人，对于身负重创的离岸之，楚风却是表情冷漠，甚至眼中的怒色丝毫不减。楚风看着那趴在地上的离岸之，眼中没有丝毫同情与后悔，反而是以无比冷漠的语气说道：我今日伤你，是想让你明白，与我父相提并论，你还不配。楚风此话一出，人们则是目光一动，直到此刻，他们才忽然意识到楚风为何会对离岸之下如此重的手。原来他是故意为之，他是要给离岸之一个教训，而一切的一切都源于离岸之激怒了楚风。此刻众人明白，楚轩辕乃是楚风之逆鳞，不可辱。楚风
今日之辱，我离岸之记住了，来日我定然以数倍奉还。离岸之此刻虚弱至极，连声音都变得很是无力，只是他的声音中却夹带着满满的杀意。楚风对他所做的事，对他说做的话，对他来说又何尝不是一种羞辱？所以此刻的他对楚风恨之入骨，甚至想要杀掉楚风。好，你若来战，我楚风随时奉陪。楚风很是无所谓的说道，那种模样就宛如他从始至终都没有将离岸之放在眼中一般。就在此刻，离氏天族的2名小辈飞落到决斗台上，将离岸之搀扶了回到了战车之上。看着离岸之那被众人搀扶进战车的背影，再看着楚风屹立于决斗台上那有恃无恐的模样，众人的心中早就掀起了巨浪一般的波浪，在内心之中滚滚翻腾。那刚刚被楚风击败的可是离岸之啊！楚风，你以为你赢了？离岸之的弟弟离天佑用那充满怨念的目光看着楚风，不然呢？莫非是我败了？楚风反问道。今日之战只是切磋而已，真正的战争将你我家族之争，我劝你们做好觉悟。离天佑说此话的时候，还将目光扫向了楚氏天族的众人，他目光尖锐，不仅怒意冲天，更是满含威胁之意。一个小辈居然在威胁整个楚氏天族，可是偏偏他又得逞了。离天佑此话一出，让楚氏天族以及大千上界的人皆是明白，离氏天族已是箭在弦上。当那上界之门彻底开启后，看来一场大战在所难免。离天佑，我倒是要问一问，今日来此之前，你们可曾想过此时之败？忽然，楚风问道。一场切磋，你又何必如此猖狂？今日之败，我隔日后定会找你偿还。离天佑说道。呵，楚风淡淡一笑，说道：其实我是想送你一句话，今日你们来此之前，未曾想过会败，因为你们自信满满，而我想送你们的是你们心中所想，眼中所见，未必就是事实。我奉劝你们回到离氏天族，还是好好与你们的族中长辈传达一下我的话。你离氏天族若是安分守己，哪怕上界之门开启，我楚氏天族对你离氏天族也会秋毫无犯。但是若是你离氏天族有贪婪之心，敢未经允许大军入境我楚氏天族之领土，那就休怪我楚氏天族无情。楚风说道。我没听说吧？你这是在威胁我？离天佑问道。绝非威胁，只是警告，但你族若是不听，这警告便将成为现实。楚风说道。忽然间，离天佑放声大笑起来。与此同时，离氏天族在场的其他一些小辈也是随之笑了起来。在他们看来，楚风所说之话的确宛如笑话一般。尽管今日离岸之败给楚风，这的确让他们很是意外，可是对于他们的家族，他们还是有着绝对的自信的。在他们看来，楚氏天族与他们的离氏天族根本就是天壤之别，他们高高在上，而楚氏天族不过是卑微弱小的一族罢了。这种他们眼中的弱小存在，却敢威胁他们，他们自然觉得好笑。在他们看来，这简直就像是一只兔子说要咬死一只猛虎一般，滑稽荒谬。你居然在威胁我？你凭什么？你楚氏天族凭什么威胁我离氏天族？谁给你的勇气？谁给你的自信？忽然，离天佑指着问道，他脸上的笑容已然不在，取而代之的是无尽的怒意。被楚风如此轻看，让他这位离氏天族的少爷很是不爽。该说的我已经说过，你们若是不信，那我只能说，咱们到时候可以试试。楚风此话说完之际，目光忽然变得无比的凌厉，就宛如无形的利剑，忽然穿透了离天佑之心。看着楚风此刻的目光，顿时身体一颤，甚至不由得倒退2步，险些没有站稳，差点摔倒在地。尽管他也不知为何，可是在与楚风目光对碰的那一瞬间，他竟然感受到了恐惧。天佑，你怎么了？此刻，离氏天族的小辈赶忙将离天佑搀扶住，不明真相的他们一脸的迷茫，不知道离天佑为何会忽然这般。而此刻的离天佑则是尴尬至极，只要想一想，他居然被楚风的一道目光吓到，他内心的怒意反而喷发得越来越汹涌。于是他恶狠狠地对楚风说道：楚风，咱们走着瞧。话罢，离天佑大袖一挥，便转身进入了那战车之内。当离氏天族的小辈全部进入战车之后，离氏天族便调转方向，向来时之路而去。战车很快，不过眨眼间就消失在了远处的天际。看着那越来越远的离氏天族战旗，大千上界的人心中则是非常的不安。他们总觉得那渐渐消失的战旗还会再次出现，并且下一次出现之际，怕就是大千上界大难临头之时，楚风能战胜离岸之，这是意外的惊喜，但也不是完全不可预料。毕竟楚风是楚轩辕之子，他的血脉里便流淌着逆天的血脉。可是楚氏天族若能战胜离氏天族，那除非天降奇迹，否则绝不可能，因为两族的差距实在是太大了。此刻大千上界的许多人并没有沉浸在他们击退离氏天族的喜悦中，反而陷入了无尽的焦虑。楚风说得好。忽然一道声音响起，是楚氏天族的族长。楚氏天族族长此话一出，人们同样有些意外。楚风不仅伤了离氏天族当今的最强小辈，还那般威胁离氏天族，这样简直会增加离氏天族对楚氏天族的恨意。人们本来以为楚氏天族族长会斥责楚风，就算不斥责，也顶多就是当做什么都没发生过。但人们真的是没有想到，楚氏天族的族长会夸赞楚风这种行为，这到底是过分的宠溺，还是说真的就如楚风所说，楚氏天族的实力绝不是眼前所见这么简单，真的具备着战胜离氏天族的把握。楚轩辕之子果然名不虚传。就在众人心中不解之际，又有一道声音响起。而当这道声音响起之后，人们又是神色一动，因为这个声音乃是星辰圣僧所说。楚兄，你楚氏天族当真是得到了上天的眷顾，居然连续出现了3位绝世之才，可喜可贺呀！星辰圣僧对楚氏天族族长抱拳说道。而对于星辰圣僧的夸赞，楚氏天族的族长
也是抱拳回礼，笑道：“这的确是我处世天族之福，此福令人嫉妒啊。”星辰圣僧说道。话罢，他竟踏空而行，缓缓自半空之上来到了决斗台中，落在了楚风的面前。晚辈拜见圣僧。楚风赶忙施以一礼。楚风小友，不必拘礼，你可知我今日来此，其实最想见的便是你。星辰圣僧道：“多谢前辈抬爱。”楚风道：“其实并非抬爱，而是你的爷爷与你的父亲实在太了不起，所以我很想知道他们的传人究竟如何。而你今日之表现，当得齐楚汉仙之孙，楚轩辕之子。”星辰圣僧说道。听得星辰圣僧这样一说，许多小辈都露出羡慕的目光，可是他们却也深知，在场者唯有楚风经得起星辰圣僧这样的夸赞。前辈过奖了。楚风道：“实力强劲，却为人谦逊，实属难得呀。”星辰圣僧夸道。听得此话，楚风则是有些尴尬的笑了道：“前辈，先前晚辈与离世小辈交手之时，似乎并未谦逊，那当然不算。二者交战，理当针锋相对，哪怕语言羞辱，又何尝不是一种心理攻势？岂能谦逊？真谦逊，乃是胜而不骄。”星辰圣僧道：“多谢前辈提点。”楚风也是笑着说道：“楚风小友，老夫今日有一礼要送你。”星辰圣僧说道。忽然，星辰圣僧大袖一挥，那先前赠送给楚之渊的火灵甲竟然被其强行剥离了出来，强大的力道竟然让楚之渊摔了一个跟头，趴在地上，略显狼狈。这位小友，此甲我本就是要赠与大千上界内的最优秀小辈，而你显然没有达到我之要求，眼下我将其转送楚风，你可愿意？星辰圣僧对楚风说道。此刻的楚之渊已是自身难保，又岂敢违背星辰圣僧的意愿？只是原本已经穿在身上的东西，却这样被人给直接剥了下去，这还是让他觉得脸上有些火辣辣的疼。今日对他而言简直就是噩梦，说是从天上跌落地狱也是毫不为过。在如此重大的打击之下，楚之渊竟然嘴角一阵抽搐，身体一阵摇晃，随后嘴巴一歪，便昏死了过去。他竟因承受不住今日的打击而昏了。智渊，可是这一幕却把楚之渊的爷爷吓坏了，赶忙来到楚之渊身前，为楚之渊诊断伤势。放心吧，他只是昏迷，绝不会危及性命，但是我所说的话却关乎于你们的性命。就在此刻，楚风忽然开口说道。而楚风此话一出，楚之渊的爷爷、楚浩言的爷爷、楚若诗以及楚浩言都是身体一颤，随后面如死灰地看向了楚风。他们怎会忘记此刻的楚风可是掌握着他们的生死大权？眼下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了楚风，甚至许多人都是屏住呼吸，连大气都不敢喘一下。外敌已退，是时候解决内敌了。人们都想知道楚风会如何惩治这些卑鄙无耻为了害他而不惜用尽卑劣手段的族人。族长大人，我只有一个要求，留他们一条性命，至于如何惩罚，便由族长大人您来定夺吧。忽然，楚风看向楚氏天族的族长，对其抱拳说道：“什么？楚风居然要留他们性命？”而楚风此话一出，则是超乎了所有人的预料，就连楚若诗等人，他们自己都没有想到楚风会这样说。毕竟他们对楚风所做的事，当真也是该死。而楚风既然掌握了他们的生死大权，几乎所有人，包括他们自己，也都觉得他们已是必死无疑。唯一的区别是怎么死和死之前遭受怎样的折磨。但是任凭是谁都没有想到楚风会放过他们。楚风为何不杀他们？此刻就连女王大人也是不解地追问起来。若是杀了他们，未免太便宜他们。我要让他们活着，让他们眼睁睁地看着我一步步成长，成长到他们所畏惧的、所不希望见到的我。那个时候，我随时随地都可以取他们的性命，而他们则要没日没夜地担心自己的安危，一辈子活在对我的恐惧之下，日夜难眠。楚风说道：“好小子，想不到你还有这种手段。这样的话，那本女王可就要支持你，饶他们不死了。”女王大人说道。楚风与女王大人的交谈，旁人根本听不见，自然也就没人知道楚风的真实想法。楚风绝非心慈手软，而是要让他们更惨。楚风，你是认真的？楚氏天族的族长问道。此刻的他表现得很是平静，相比于其他族人，他似乎对楚风的回答没有太多的意外。族长大人，晚辈是认真的。楚风说道。好。楚氏天族的族长点了点头，随后大袖一挥，磅礴的武力倾洒而下，化作4条金色的锁链自其袖口之中飞掠而出。那金色锁链同时向楚浩言的爷爷、楚之渊的爷爷以及楚之渊和楚若诗4人飞掠而去。当人们反应过来，金色锁链已是将他们4人紧紧的捆绑。被捆绑之后，他们4人的所有气息都被压制，并且面露苍白之色，直接趴在了地上。他们此刻宛如没有修武的人一样，一点力量都用不出来，如同废人。正法，按照我族规，严惩此4人，记住，留一口气便好。楚氏天族族长对楚轩正法说道。遵命。楚轩正法抱拳说道，随后便命行罚堂的人将这4人给抓了起来。好了，诸位，此次天骄大会到此为止。楚之渊修炼魔功，胜之不武，其成绩作废。而此次天骄大会的第1名究竟是谁？想必不必老夫来说了吧？楚氏天族的族长笑着问道。楚风。而楚氏天族族长此话一落，便立刻有人高呼起楚风的名字。呼喊楚风名字的乃是殷明朝。殷明朝对于在场之人来说乃是一个陌生人，可是对于他的高呼却没有人表现出反感，甚至大家竟随之高呼起来。一时之间，无论是小辈还是老一辈，竟然都在高呼楚风的名字，宛如惊雷在天，连续炸响。此刻在场的许多人都是喜悦的，尤其是楚氏天族的小辈。对于他们来说，楚氏天族能有楚风这样的小辈，这是他们的骄傲。但也有人面露不安，那便是楚浩言以及楚桓宇。楚浩言不用说了，
他的爷爷都被抓了起来，他的心情如何，完全可以想象。至于楚怀宇，他可是要为父报仇的，只是看到如今的楚风，他又如何报仇？但是此时此刻，在楚氏天族的族人之中，心情郁闷的绝对不止他们2个人，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叫做楚月。楚月本是楚氏天族内与楚风最亲近之人，只是他却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背叛了楚风。现在楚风光芒万丈，享受整个大千上界的赞扬，但是却与他没有了半点关系，他有的只是无尽的悔恨。楚风之名响彻于天界，回荡于八方，此音连绵不绝，似要响彻到天荒地老，永存于世。忽然，楚氏天族的族长举起手来，他此举一出，原本呼喊之势，正是高昂之众人，则是赶忙收声住口。眨眼间，在场的所有人都闭上了嘴巴。可是楚风2字却仍在空中回荡，逐渐平息。当那声音彻底平息之后，楚氏天族的族长才踏空而行，最终落到楚风的身前。他将他的手放在了楚风的额头之上。这一刻，楚风的额头没有太大感觉，可是楚风却感觉自己的灵魂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与影响，只是这股冲击却是温暖的。楚风能够感觉到自己灵魂上某种东西正在被抽离，而那东西原本就是不属于他的，那是印记，那个印在灵魂上的废字，楚氏天族曾经亲手印在他身上的废字，如今被这位族长大人亲手抹去了。前辈，楚风心中五味杂陈，他本想感谢，可却又道不出口。如他父亲所说，这废字烙印于灵魂，就算这废字可以抹除，可是他父子身上的耻辱却不可抹除。而此刻楚氏天族的族长看着楚风那复杂的目光，似乎也意识到了什么，但他什么都没有对楚风说，而是淡淡一笑。随后他将目光扫视在场众人，如大家所见，楚风绝非无法修武之人，当初是老夫失责，是楚氏天族失责，所以话罢，楚氏天族的族人才再度将目光投向楚风，道：老夫欠你一个道歉。随后楚氏天族的族长便弯腰鞠躬，对楚风施以大礼。前辈，使不得。见此情形，楚风赶忙前去阻止，可是他却根本无法阻止。楚风，老夫当年眼花耳拙，做了错误的决定，如今想要将功补过，不知是否为时已晚。不知道楚风你还能否原谅老夫之过，能否原谅这个家族？听得此话，楚风则是愣住了，他竟有些恍惚，楚氏天族的族长居然真的为当年之事道歉。楚风，回来吧。而就在这一刻，楚氏天族在场的所有人竟然全部对楚风施以大礼，且齐声呼唤，希望楚风能够回到楚氏天族，不管是真心的或是假意的。可是此刻，至少他们都说出了让楚风回到楚氏天族的这句话。这一刻，大千上界所有人的目光都在凝视着楚风，他们都在等待着楚风的回答。的确，今日楚氏天族族长、楚氏天族的众人竟向楚风一个小辈认错，这是一件很不可思议的事。可是楚风今日的表现已经让所有人清楚，他是一个拥有着怎样天赋的天才。楚风具备着让楚氏天族以认错来将他请回楚氏天族的资格。其实我父亲早就与我说过，无论楚氏天族认不认我们父子，可我们父子体内流淌着的却是楚氏天族的血液，所以从始至终，我楚风都是楚氏天族之人。话罢，楚风又将目光看向楚氏天族族长，笑道：前辈，快起来吧，过去的又何必再提，重要的是我族的未来。楚风说话间，便将楚氏天族的族长搀扶了起来。随后楚风又扫视众人道：大家都起来。楚兄能有此子，当真楚氏天族之福，你可千万不要再负了此子啊。星辰圣僧说道：除非老夫死了，否则我族都将不负楚风。楚氏天族族长说道：哈哈，那是应该的。星辰圣僧哈哈一笑，随后竟直接将手中的火灵甲套在了楚风身上。而对此，楚风倒也没有抗拒，毕竟能让星辰圣僧亲自为自己穿戴火灵甲，这本就是一件光荣的事情。而当楚风穿上火灵甲后，楚风所展现出的气势更是远非楚之渊先前可比，就仿佛此甲就是专门为楚风打造的一般，那样的威势让所有人都是眼前一亮，哪怕星辰圣僧也不例外。楚风小友与这火灵甲可谓是绝配，看来这件礼物我终于送对人了。星辰圣僧说道：多谢前辈。楚风抱拳说道：客气什么，此礼你当得起。星辰圣僧笑道。随后星辰圣僧又与楚氏天族族长短暂的客套了一番后，便就此离开了。而楚氏天族族长便与大千上界的众位大人物讲述起关于上界之门以及应对离世天族之事。虽然楚风的天赋展现，这是可喜可贺之事，但毕竟上界之门开启，这对整个大千上界的人来说都是必须面临的祸端，这就如同一块重石压在了每个人的胸口，让所有人都很是不安。所以作为大千上界的主宰者，楚氏天族族长必须说一些话。其实所说之话只是稳定军心之言语，可是他的这番话却非常的起作用，让原本很是不安的大千上界众人安下心来。在楚氏天族族长与大千上界众位大人物交谈之际，大千上界的众位小辈则是将楚风团团围住，所有人都想抓住这个机会与楚风拉近关系，只是楚风的目光却不在这些人的身上。楚风在扫视四方，他在寻找那位老妇人，那位幻梦血族的族长，与楚风的爷爷有着一定关系的人，只是无论楚风怎样寻找，都未能找到那位老妇人。是在找那位前辈吗？在楚氏天族的族长大人向你道歉的时候，他便离去了。忽然一道熟悉的声音映入楚风的耳帘，顺声观望，一道倩影站在楚风的不远处，立于人群中。这是一位绝世美女，哪怕站在人群之中，也会让人一眼便认出，此人乃是星陨圣地的圣女夏雨儿。夏雨儿一如既往的美，只是这位曾经楚风眼中的蛇蝎美人，如今再度见面，楚风却有一种故友相逢之感。
此刻楚风并未说话，反而是淡淡一笑。看到楚风脸上的笑容，夏雨儿也是笑了。她笑得很甜很美，也很是安心，因为她知道楚风还是那个楚风，哪怕如今光芒万丈，屹立于众人所无法到达之山峰之巅，可在楚风心中，他夏雨儿依旧是他的朋友。好久不见啊，夏姑娘。楚风对夏雨儿笑着说道：“好久不见啊，楚公子。”而夏雨儿也是回以一笑，二人皆是面带笑意，你一句我一句，宛若两个老朋友一般交谈起来，把在场的其他小辈全部忽略掉了。换作往日，楚风能与夏雨儿这般对话，定然会引来无数人的羡慕与嫉妒，甚至是憎恨。毕竟这可是大千上界公认的3大美女之一，星陨圣地的圣女啊。可是此时此刻，羡慕楚风的没多少，反而是羡慕夏雨儿的人比较多。毕竟今时不同往日，楚风早已不再是当初那个初出茅庐，连楚宪硕那种小辈都能欺负楚风。可是现在，整个大千上界哪有一个小辈敢欺负楚风？楚风可是连离岸之那种存在多可击败的人。此时此刻，所有人都明白了一件事：从今以后，大千上界内的天才分2种，一种是楚风，而另外一种是其他人。天下间没有不散的宴席，这场天骄大会也是如此。尤其是如今上界之门开启，整个大千上界都面临着离世天族这个强大的敌人，所以在楚氏天族族长平定了一下大家紧张的心绪之后，这天骄大会也就结束了。天骄大会结束后，楚氏天族族长则是与楚氏天族的高层商讨起应对离世天族的对策。至于楚风，则是来到了楚氏天族族长的住处，因为楚氏天族的族长说有事要与他谈，而楚风也在静静地等待着楚氏天族族长的归来。楚风有要事要与楚氏天族族长相商，终于那紧闭的店门被推开，一道熟悉的身影走了进来，此人正是楚氏天族的族长楚风。你不会怪老夫吧？楚氏天族的族长进来后便笑着问道。晚辈不明白前辈的意思，我为何要怪前辈？楚风问道。我冒充悠远，欺瞒你这么久。楚氏天族族长说道。听得此话，楚风恍然大悟，笑道：前辈此举也是为我好，晚辈又怎会怪罪前辈？其实我是有私心的，也是想通过和你接触来观察一下你，确定你的品性。不过你真的没有让老夫失望，你与你的父亲和你的爷爷都很像。我楚氏天族繁衍至今，族人上百万，可是唯有你的体内流淌着我楚氏天族最优秀的血脉。楚氏天族族长说这话的时候，双眼也在凝视着楚风。楚风在他的目光之中感受到了深深的期望。此刻楚风心中一动，因为楚氏天族族长此话另有深意。他先是夸赞楚风，楚风的爷爷，楚风的父亲，然后又夸楚风拥有楚氏天族最优秀的血脉，并且他说此话的时候满含感情，这说明楚氏天族的族长对楚风的父亲以及楚风的爷爷也是有着很深感情的。楚风觉得是时候说出自己的打算了，毕竟他回到楚氏天族的真正目的是希望得到楚氏天族的认可后，希望楚氏天族可以放了他的父亲，而唯有这样，楚风才会从其父亲口中得知关于他母亲的事。于是在调整一番心绪之后，他还是开口了：前辈，我父亲当年可能行事的确有些莽撞，可他已经吃了这么多年的苦头，况且现在楚氏天族面临着离世天族这个大敌，我楚氏天族继续强大的战力，能否？可是楚风话还没有说完，楚氏天族的族长便摆了摆手道：楚风，老夫明白你的意思。听得此话，楚风则是一愣，而楚氏天族的族长则是将那复杂的目光再度投向了楚风。楚风，你所知道的其实并非当年的真相。首先你要知道你父亲的实力，以他的实力，我楚氏天族根本关不住他。楚氏天族的族长说道。听得此话，楚风则是心中一动，一种难以言表的情绪涌上心头，他有些茫然了。既然楚氏天族的族长明知道关不住他的父亲，可是为何又要将他的父亲关押在楚氏天族的境地呢？楚风，你觉得老夫像是那么昏庸之人吗？会因为一些族人的言论就将你父亲关押起来？楚氏天族的族长笑着问道。前辈，究竟是怎么回事？楚风忍不住追问起来。事到如今，楚风已经坚信当年之事怕是另有缘由。首先你要知晓，你父亲当年为何要离开祖武星域，因为以他的天赋，若是继续成长下去，我楚氏天族必然会在他的带领下成为祖武星域的霸主。但是对于这种事，现在祖武星域的霸主，也就是星域主界上面的人，是不会允许的。所以你父亲若想继续成长，只能离开祖武星域，就如同你爷爷当年一样。楚氏天族族长说道。这么说来，我爷爷与我父亲当年的离开都是逼不得已。楚风问道。是啊，若不离开，定会遭到星域主界的毒手，因为他们是不会容许有人威胁到他们在祖武星域的霸主地位的。只是外面的星域远非祖武星域可比，所以哪怕如你爷爷那般，也是失踪多年，至今生死不明。楚氏天族的族长话到此处，叹息一声，其中有着万般无奈，而这罪魁祸首都是星域主界，是他们逼得我爷爷与我父亲离开此处，去其他星域冒险。楚风此刻眼中涌现出了滚滚怒意，可是随后楚风却是目光一动道：这么说来，当年我父亲被关押起来，主要原因也当真是星域主界，倒也不全是。你父亲回来，星域主界自然看得紧，而你父亲杀了星域主界的人，星域主界自然也就找到了对付你父亲的理由。但是星域主界并非是我将你父亲关押起来的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你的父亲他招惹了一个比星域主界还要强大数倍的势力。楚氏天族族长说道。听得此话，楚风忽然神经一紧，随后赶忙问道：是谁？问此话的时候，楚风整个人的目光变了。先前当楚风得知星域主界的人竟在暗中打压他的爷爷与他的父亲，甚至曾威胁到他们的生命，
将他们逼得离开祖武星域时，楚风的眼中便满是怒意。可是此刻，楚风那满是怒意的眼中，却又涌现出了一抹决意。尽管不知道对方是谁，可是此刻却已经做好了与那个势力抗争的准备。老夫也不知晓对方是谁，你父亲未曾告诉我，但是他却说过，对方的势力是整个浩瀚天外都少有人可敌的存在。楚氏天族族长说道：“那我父亲大可以离开，为何要选择被关押起来？”楚风问道：“这你就有所不知了。其实不只是你，之前就连老夫也不知晓。”话到此处，楚氏天族族长笑了一番复杂的笑容之后，才对楚风说道：“祖武下界的天路禁地之内，有着某种力量，长时间在那禁地之内，无论是何境界，都会让人修为倒退。正因如此，当初我楚氏天族的老祖楚叶天弘大人才将那里列为禁地，将其封锁起来。但是你父亲却说，在那里的可怕力量，其实还可以让他的天级血脉觉醒，只有他的天级血脉觉醒之后，才可获得与那个势力抗衡的力量。这是他回到家族的主要原因，并且为了不引起那个势力的注意，他只能选择低调行事。而若要低调的话，便不可与星域主界发生真面的冲突，只能选择隐忍。当然，当初事情发展到那一步，也都并非故意为之，而是真的是在一些劣事情发生后，被逼无奈的就走到了那一步。当初你天赋测试的结果是真的，而在有人羞辱于你后，你父亲动怒杀掉星域主界的人也是真的，但是星域主界想要置你父亲于死地也是真的，所以事情发展到那一步，也算是被逼无奈吧。本来我曾提议暗中抚养于你，因为我真的担心你父亲把你带入禁地会葬送了你的性命，毕竟那禁地可是连修武者的修为都可剥夺，对于你这样一个孩子来说，那里简直就是地狱。可是你父亲却拒绝了，他叫我不要插手你的事，让我装作不明白他的意图，让所有人看来你们父子俩是真的被楚氏天族抛弃了。当时老夫并不理解你父亲的想法，也不知道他究竟想要干嘛，毕竟你还是一个孩子。但是现在我似乎懂了，你的父亲其实从一开始便有私心。楚氏天族族长说此话的时候，看向楚风的目光隐隐间有了变化。前辈，我父亲他有何私心？楚风好奇地问道。其实楚风还是有些不能理解，就算他父亲想要闭关修炼，也有很多种方法，没必要非得被驱赶出楚氏天族，被所有人唾弃。同时也就像这位族长大人所说，就算他的父亲想要借着被关押之名进入禁地闭关修炼，可是一切仍在楚氏天族的掌控之中，倒也没有必要将他送离自己身边才是。首先，你父亲曾说过，仇恨是使人变强的最快捷径，所以老夫猜测他想让你活在仇恨中，让仇恨使你变强。虽然不可否认，他的做法的确起了作用，你如今变得很优秀，从小便在逆境中挣扎，使得你拥有着远非常其他天才可比的强大意志。你这从小便磨练出的意志，将会成为你日后成长的关键。所以楚风啊，你父亲将你抛下，并非是真的抛下你不管，他是想让你变得更优秀。因为自古以来，所有真正的大人物都是在逆境中成长起来，而绝不是温室中保护起来的。所以你父亲其实是对你抱有很大的期望的，甚至他希望你可以超越他，并且你父亲得罪了那样一个强大的势力，想必他也做好了随时被对方找上门来面临死亡的准备。那种情况下，将你推离他的身边，也许对你来说才是最安全的。所以楚风，你可千万不要怪他。楚氏天族族长对说道：“前辈，我从未怪过父亲，同时我也未曾怪过我的母亲。尽管从小到大他们都不在我身边，可是我能感受到他们对我的爱。”楚风说道。楚风说的是心里话，他并没有怪他父亲将他推离身边，因为就如楚氏天族族长所说，从小便在冷眼与嘲讽中成长，这也的确磨练了他的意志，这抹意志可以让他在逆境中求生。何况楚氏天族族长所说的很对，单是他的父亲得罪了比星域主界还要强大数倍的势力，可谓自身难保。那种情况下，的确将楚风推离自己身边，对楚风来说才是最安全的方法。若是换做楚风，多半也会那样做。同时楚风也没有怪他父亲当初在天路禁地内没有告诉他关于当年的真相，因为倘若那个时候楚风便知道真相，也许真的就不会这么快得到楚氏天族的认可。楚风很清楚，他能成长得这么快，这与他心中的怒意有关，是那抹怒意让他迫切的想要成长，迫切的想要得到楚氏天族的认可。好，无愧是楚轩辕的儿子。其实若是换做我族的其他人，直接丢到下界去，哪怕天赋异禀，他也可能会碌碌无为，甚至被那些血脉远不如他的人所杀死。可你不会，因为你是楚轩辕的儿子，楚汉仙的孙子，你的身体里流淌着与众不同的血液，身体里蕴藏着最纯粹的血脉之力，也唯有你才能在逆境之中成长到这种地步。想必也正因坚信这一点，你的父亲才会那般狠心，将你推离他的身边，让你独自一人在外历练吧。楚氏天族的族长笑着说道。父亲大人他的确用心良苦。楚风说道。呸，用心良苦个屁，就是心狠罢了。你母亲虽然也没有管你，可是好歹还将本女王封在了你的体内，可是你父亲呢，就是真的将你置之危险境地而不管。若不是你命大，可能你早就死了。这男人啊，有时候还真是自私的可怕。就在此刻，女王大人的声音忽然响起。得知真相之后，他没有像楚风那般平静，相反，女王大人非常的生气。听着女王大人这愤怒的声音，楚风反而是淡淡的笑了。他很清楚，女王大人这般生气，全都是心疼他。你还笑？你的父亲可是欺骗了你，并且就算他没办法将你留在身边，可本来你也可以由这个老头从小培养长大的，但是你父亲却选择将你丢到祖武下界，让你自己成长，居然还笑得出来。听到楚风的笑声，女王大人反而更加生气了。好了，我的蛋蛋，我现在不是好端端的吗？你可不要因为这件事而对你未来的公公心存芥蒂啊！
楚风笑着说道：“你说什么？未来公公？未来公公是什么鬼？”听得此话，女王大人顿时小脸一变：“你是我未来的娘子，那我父亲不就是你未来的公公？”楚风笑嘻嘻地说道：“我呸！你这胆大包天的家伙，竟然敢占本女王便宜，你还要不要脸？”女王大人很是生气地说道：“别装了我的蛋蛋，我知道你是深深地爱着我的，你是不是打算非我不嫁？”楚风说道：“我的天啊，你怎么变得这么不要脸了？早知道你今日会这般，当初本女王真不该护你到今日。”女王大人一脸鄙视地大吼起来。可就在楚风与女王大人在内心交谈之际，楚氏天族的族长却又忽然开口了：“楚风，关于当年的真相，只有你、我还有你父亲3人知晓。这件事可千万不能告诉任何人，哪怕楚宣正法也是不行。否则，此事若是传出去，不仅你与你父亲性命不保，怕是我楚氏天族也要遭受灭顶之灾。”说这话的时候，楚氏天族的族长一脸的凝重：“前辈放心，此事关乎我楚氏天族安危，晚辈一定保密。”当年能够将他父亲逼到那种地步，楚风知道有着很多原因。强敌不可怕，内患才是最可怕的。哪怕如今的楚氏天族也是内忧外患，并不齐心。有很多人希望楚风和他的父亲死，楚风自然不会将真相说出去。至于楚宣正法，楚风倒是坚信他的人品。不过既然楚氏天族族长这样说了，相信也并非是怀疑楚宣正法这个人，只是为了保险起见罢了。只是前辈、晚辈有一件事想请前辈帮忙。什么事？楚氏天族族长问道。我想回祖武下界一趟。楚风说道。虽然现在的实力在整个祖武星域的小辈之中都算是极强的，可是若想回到祖武下界，却也不是他能决定的事，必须得到楚氏天族的允许才行。其实老夫早就知道，你想回去，这自然不成问题。我楚氏天族便有直接通往天路禁地的阵法，你也可以通过那阵法直接回到大千上界。但是楚风，有些事老夫还是要提醒你一下。此刻，楚氏天族族长的目光变得再度凝重起来。前辈请讲。楚风说道。你现在的修为，回到祖武下界，便是如真正的神灵一般。浩瀚疆土任你遨游，诸多结界也可轻易破之。可有些地方你还是不能去。楚氏天族族长说道。何地？楚风问道。缥缈先锋。楚氏天族族长说道。缥缈先锋吗？听得缥缈先锋4个字，楚风的脑海中也不由得回想起关于缥缈先锋的种种。那里的确是一个奇地，有着许多难以解释的力量存在，甚至亚妃、颜如玉、慕容婉也是在那里不知所踪的。缥缈先锋内拥有着远胜我族的力量。我知道你与缥缈先锋内的人有些渊源，可是缥缈先锋却是一个连我楚氏天族都无法解开的谜团。我族一直觉得缥缈先锋很可能是某个远古生物的藏身之所，所以最好不要深入缥缈先锋，否则若是打扰到了那位，怕是要大难临头，没人就得了你。楚氏天族族长提醒道。远古时期究竟发生了何事？为何有远古生物存活至今，却不见远古时期的修武者？楚风好奇地问道。谁说远古时期的修武者就没有活到今日的？楚氏天族族长笑着问道。莫非有活到今日的远古时期的修武者？楚风问道，同时也很惊讶。修武者再强，可终究受寿命所限，但是有些特殊的生物则不一样，他们的寿命远非人族修武者可比，所以活到今日倒是情有可原。但是修武者活到今日，则是令人惊奇的，那除非是逆天的手段，否则不可能续命至今。但最重要的是，楚风见过远古时期的生物，还从未见过远古时期的修武者。而处于对远古时期真相的好奇，楚风倒是很希望有远古时期的修武者存活至今，那样远古之谜便可迎刃而解。多年之前，还是在我与你爷爷年少之时，祖武星域的一处遗迹内，发现了一位浑身散发着远古气息的修武者。只是发现他时，他似是受到了极大的刺激，神志不清，见人便杀。他力量之强，简直无人可抗。当时见过他的人，只有少部分活了下来，大部分人都死在了他的手中。之后又在多个地方出现过他的身影，而凡是他出现的地方，都会血流成河。本来人们都觉得他将成为我祖武星域的一场浩劫，但是幸亏他最终离开了祖武星域，才使得惶惶不安的众人渐渐安下心来。楚氏天族的族长说道。竟然是这样。楚风听闻此事，却隐间感觉到了一丝不安。所以啊，远古时期的修武者可能还是存活着的，而我所说的远古生物，未必就是指妖物，其实也可能是人族修武者，只是发现他们却未必是一件好事。楚氏天族的族长说道。真是越来越好奇，远古时期究竟发生了什么？楚风说道。谜团总会揭晓的，可能还是我们的境界不够吧，老夫怕是没机会探知那远古的秘密了。但是你有。楚氏天族的族长看着楚风说道，随后问道。对了，楚风，你准备什么时候回到祖武下界去见你父亲？前辈，我现在就想动身。楚风说道。这么急？楚氏天族族长微微一笑，随后有道。也好，那便随我来吧。之后楚风便跟随着楚氏天族族长来到了一个地方，这里是一座充满古老气息的浩瀚大殿，大殿内有着多道门。楚氏天族族长带着楚风来到了一道门前，此门打开便是一座阵法。看到那座光芒闪烁的阵法，楚风的内心顿时变得激动起来。楚风知道，只要踏入那座阵法，他将离开大千上界，重返祖武下界。那些曾经帮助过他的人，那些曾与他并肩奋战的人，那些楚风心中的亲人们，自打离开之后，楚风时常会想起他们。终于，楚风又能再度与他们相见，把酒言欢。楚风，你手持此令牌，让其认主。之后进入此阵，便可直接进入祖武下界我楚氏天族的禁地秘境之中。在我楚氏天族的禁地秘境内，无法找到回来的阵法，因为那阵法乃是隐藏起来的。但是老夫传你口诀，你可以召唤那藏于禁地内的阵法，直接回到此处。楚氏天族族长将一块令牌递给了楚风。这块令牌有些特殊，虽然说是一块令牌，
但其实更像是一个椭圆形的玉佩，玉佩为淡蓝色，看上去很是清澈，如同是水融合成的一般。楚风按照处世天族族长所说，向其中灌输力量，那所谓的令牌便立刻有了反应。随后这块石头竟然融化，宛如水一般，钻入了楚风的掌心。他进入楚风掌心之后，并没有留下任何印记，但是楚风却能感受到这令牌的力量已经与自己相融。此刻，楚风心中窃喜，他知道从此刻起，通过这传送阵法，他便可以随意的往返大千上界与祖武下界了。前辈，要与我同去吗？楚风对处世天族族长问道。上界之门开启，族人很是不安。从即日起，老夫便不能离开处世天族，连闭关也是不行，所以便不与你同去了。况且那里有你诸多朋友，也有你的家人，你与他们见面，难免要待上几日。老夫若是去了，怕是他们也会有所拘束。处世天族族长说道。听得此话，楚风笑了笑，因为楚风不可否认，处世天族族长说得很对。虽说楚风明明知道自己乃是处世天族族人，自己属于大千上界，可是对于楚风来说，祖武下界才是他的故土，九州大陆才是他的故土。那个如今回想起来，不过是一块弹丸之地的青州，才是他的故土。楚风对那片土地有着太深的感情，在那片土地上有着太多楚风挂念的人，思念已久的故人们终将再度相见，那种情感自然不是只言片语便可表达的。所以此次回去，楚风倒还真的打算多逗留一些时日。不过楚风啊，虽然老夫理解你的心情，可是老夫还是希望你能够早去早回，莫要停留太久。哪怕你有再多的留恋，但是现在的你吗，已经不属于那里了，甚至这大千上界也留不住你。你属于这浩瀚修武界，那一望无际、神秘莫测、充满未知的浩瀚星空，才是你的舞台。处世天族族长语重心长地对楚风说道。晚辈明白前辈的意思，我一定快去快回。楚风说道。好，去吧，老夫在这里等你，待你回来，老夫还有事要与你说。处世天族族长说道。听得此话，楚风心中一动，他隐隐间觉得处世天族族长所说的事应该绝非寻常之事，因为楚风从他的语气中听出了凝重，但是他却没有多问，而是又与处世天族族长闲聊了几句。随后处世天族族长告知了楚风催动掌心令牌的口诀后，楚风便踏上那座阵法，凭借掌心的令牌催动阵法。这大阵力量极强，速度也是极快，刹那间楚风便脱离了大千上界，进入了浩瀚星空之中，周围的一切快速的流动，可是远处的星辰却是清晰可见。楚风知道这阵法其实与登天梯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只是不同的是，登天梯往往是向上，而这座阵法却是向下的。这样向下快速的移动了一段时间之后，楚风的周遭不再是那漫天的星辰，而是急速流动的结界。此刻楚风根本看不清周围的事物，却能够感受自己仍在快速的下落。终于，楚风的身体脱离了阵法的束缚，可以自由操控。而这一刻，楚风的视线也是变得清晰起来。楚风一眼就认出自己身处在哪里，这里是祖武下界东方海域通往五之圣土的天路之中，这里正是楚风的父亲楚轩辕以及老猿猴被关押的地方。处世天族的禁地秘境之中，只是来到此处，楚风脸上刚刚涌现的激动之色却瞬间凝固了。楚风此刻愣住了，因为仔细打量之后，他发现被封在了禁地之外，根本无法进入禁地深处。之所以会这样，那是因为有着一层强大的阵法封锁了这里，将楚风关在了外面。这阵法之强大，楚风单用看的都知道，这是他所破不开的阵法。莫说是他，哪怕是处世天族族长来了，怕是也破不开这阵法。这是父亲所布置的吗？楚风喃喃自语，因为隐隐间他在那阵法之中感受到了一丝熟悉的气息，那气息正是他父亲的气息。父亲大人，我是楚风，我回来看您了。楚风开口说道，他的声音很是响亮，只是声音落下许久，却并没有答复。之后，楚风又呼唤了几声，每一次的声音都比前一次要响亮，甚至后面还动用了威压，只是阵法内外皆是没有任何反应。什么情况？不会是要白跑一趟吧？你父亲他在搞什么鬼？你千辛万苦的回来了，他居然又不见你。眼见着楚风呼唤无果，女王大人有些急了。刚刚知道关于当年的真相，得知楚风父亲欺骗了楚风，女王大人对楚风的父亲本来就有些意见，而现在楚风完成了他父亲的任务，不仅在百炼凡界铲除了魂婴宗，更是在大千上界击败一众小辈，还击败了离世天族的最强小辈，得到了整个处世天族的认可。但是千辛万苦的完成了他父亲交给他的任务后，他的父亲却是不见楚风，女王大人自然很不高兴。但莫急，我觉得父亲并非是不见我。楚风说道，并非是不见你，那他这是做什么？女王大人问道。我觉得父亲大人他不会无缘无故布置这座阵法，他怕是已经离开了。楚风说道。楚风这样说并非没有缘由，因为楚风知道他的父亲在这里根本就不是被关押，而是心甘情愿的在此处修炼，而只要他父亲还在这里，根本就没必要布置这种阵法。眼下既然有此阵法，那最大的一个可能便是他的父亲已经离开了。听得此话，女王大人的小脸则更是挂不住了，不由得吼道，那说好的告诉你关于你母亲的事呢？他岂不是要食言？应该不会，父亲若是离开，大可以直接离开，而他布下如此阵法，怕是有所原因。这阵法应该是在守护着什么，我觉得父亲他要守护的正是想要告诉我的。楚风说道。这么说来，这座阵法是防外人的，而并不是防你的，你可以直接进去。女王大人到底还是聪慧过人，先前被心中的怒火冲昏了头脑，而当楚风说到这里后，他则是立刻反应了过来。我是这样猜想的，可究竟如何，还要试过才知道。楚风此话说完，便干脆动身，直接向那阵法飞掠而去。下一刻，奇迹一般的事情发生了，那看似不可摧毁的阵法
在楚风的面前竟然如水一般，楚风轻而易举的便融入了进去，并且很快楚风便穿过了那层阵法，真正的进入了这禁地之中，竟然真的成了。看来你是猜对了，你既然可以通过此处，那么就算你父亲走了，也一定给你留了什么。到底是父子俩呀，居然这种事情你小子也猜得到。此刻女王大人原本气愤的小脸之上终于涌现出了一抹笑容，而就在楚风落地之后，这大地居然开始颤动，下一刻自得地之中涌现出一道道荧光大小的光芒体，那光芒体之多宛如倒流的流星，且出现之后便开始缠绕相融，相融之下那些光芒体有所变化，很快便化作一道身影，并且越来越清晰，最终化作一道人影。一切都是如此的真实，就连那衣衫上的一针一线都是清清楚楚。这个人乃是楚风的父亲楚轩辕，可是哪怕眼前的楚轩辕如此的真实，可楚风却知道这并不是他的父亲，而是他父亲留下的一道阵法。可哪怕只是一道阵法，楚风看着他却也如此的亲切，且目光中也充斥着尊敬与思念，因为这阵法沾染着他父亲的气息。此阵法似乎有意识一般，他出现之后便将目光投向了楚风，眼神中充满了慈爱与温和。凡儿，还望你原谅父亲，不告而别。其实为父只是不想打扰你的修炼，如今的我已经离开了祖武星域，因为距离逃过遥远，就算留下与我意识相连的残魂，也会因距离太过遥远，从而断掉关联，使得残魂消散。所以我只得留下这道当你来到此处后便会激活的阵法。我相信此刻的你已经得到了处世天族的认可，相信族长大人也告知了你当真的真相。如他所说，选择被关押起来，虽然是被逼无奈，可实际上却也是我自己的选择。还望你不要怪父亲当初没有将真相告诉你，反而让你身怀恨意的离开此处，前往百炼凡界，历经磨难。为父当日不告诉你真相，是因为我知道仇恨可使人变强，尤其是你这样的孩子，仇恨将成为你变强的极大推动力。也许这对你来说较为残忍，可修武者的世界就是如此残忍。况且处世天族之中，仇视你我父子的人也都是真实存在的，所以哪怕你知晓真相，也不可放松警惕。而接下来便是为父，我便兑现诺言，告知你关于你母亲的事。听到这里，楚风忽然神经一紧，整个人都变得激动与紧张起来。盼望这么久，他今日终于可以得知关于他母亲的消息。只是楚风却也能够察觉到他母亲的事一定不简单。他还清晰地记得当初在此处，楚风提及他母亲的时候，他父亲那异常激动的反应。而在楚风内心变得复杂之际，他父亲所留阵法的声音却依然在响彻着。凡儿，你若想了解你母亲，首先你就必须要了解这浩瀚的修武界。我之前与你说过，下界之上有凡界，凡界之上有上界，而每一个世界都是一颗星辰，大片的星辰构建成了一片星域。你如今自大千上界而归，相信对于这些已经有了一定的了解。可实际上，星域并不是这浩瀚修武界最壮观的景象。在这浩瀚的修武世界中，在那无边无际的星空中，流淌着9道天河。修武者称这9道天河为9天。9道天河分散于这浩瀚的星空之中，而每一条天河都是由多个星域汇集而成。祖武星域虽大，由无数个世界汇集而成，可实际上正片祖武星域也只是一道天河中的一小部分而已。听到这里，楚风的眼中充满惊叹之色，他终于知道为何当初在那天庭圣殿内，那个叫做仙海硕一的男子会问楚风，楚风是在哪道天河那片星域了。原来这修武者的世界竟是如此的波澜壮阔，大到超乎楚风的想象。这样来看，莫说是祖武下界这种地方，哪怕是大千上界，在这整个浩瀚星空中，怕也是宛如尘埃一般渺小。